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之最。说到会变色的动物，想必大伙儿肯定会想到变色龙。那么除了变色龙以外，其他会变色的动物你知道吗？今天就给小伙伴们介绍10种会变色的动物。第一种变色动物，变色树蜥，它也叫马鬃蛇、鸡冠蛇和雷公蛇，属于鬣蜥科树蜥属的爬行动物，主要分布于亚洲东南部和东南亚等地，所以大伙儿在野外还是有机会可以见到这个小可爱。不过呢，在有的国家它属于保护动物，只能看看就好。成年的变色树蜥体长在30到40厘米之间，鳞片十分粗糙，背部有一粒像鸡冠的脊突，所以人送外号鸡冠蛇。至于它为什么叫雷公蛇，传说变色树蜥咬人后都不会松开，只有打雷的时候才会松开。至于是不是真的呢，就需要有人去实验了。不过我想应该是假的吧，毕竟它的牙齿那么小，咬合力也不大，应该没事儿。平时它们主要以蝗虫、蚂蚁、蟋蟀、蜻蜓等小动物为食，体色呢可随环境干湿、光线强弱而改变。在繁殖的季节，雄性头部甚至背部全为鲜红色，十分好区分。第二种变色动物，变色蛙。变色蛙是一种新蛙种，在2004年，美国科学家在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斯几内亚东南部山区的一小片云雾林里发现的。所以该蛙种详细资料非常少，只有2009年 KPIA 杂志上刊登过内容。脊椎动物学家弗雷德克劳斯表示，变色蛙可变多种颜色，有时黄色，有时绿色，有时灰褐色。当阳光明媚时为浅绿色，光线微弱时可在几分钟内变为浅棕色，看起来就像丛林里的小精灵。至于它是怎么变色的，目前尚不得知，毕竟已被列为了极度濒危物种，没法拿来解剖实验。第三种变色动物，北极狐。说到北极狐，想必小伙伴们都认为它是雪白色的，其实都错了。每当夏季来临时呢，它们的毛发都会变为灰黑色或者黑褐色，就像脱了毛一样，颜值跌到了谷底。至于它们夏季换毛的颜色，主要跟出生时胎毛的颜色有关，胎毛什么颜色，换毛也就什么颜色。当然啦，部分人工驯养的北极狐经过挑选繁育后，可以实现终生白色。虽然换毛后的北极狐看起来不太美丽，但它却是北极适应能力最强的动物之一，能在零下50摄氏度的低温下生存下来。每到冬季，北极狐的毛发又会变成雪白色，使得其在雪地里可以更有效地躲避天敌和捕捉猎物。最后呢，它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北极狐是唯一一种脚垫上同样覆盖有皮毛的犬科动物，而其他犬科动物的脚垫上基本都是肉肉，哪怕毛发浓密的阿拉斯加的脚垫也是如此，是不是很意外呢？第四种变色动物，柳雷鸟。它也叫雷鸟、变色鸟或柳松鸡，是松鸡家族中的一种中等体型的鸟类，体长在380到410毫米之间，体重约400到810克，主要分布于欧亚大陆的北部至蒙古、乌苏里及萨哈林岛，但也见于北美洲地区，亦是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州鸟。至于变色能力和北极狐差不多，羽毛的颜色会随着季节的改变而改变，比如在冬天的时候，雄鸟和雌鸟全身的羽毛都变为白色，仅尾羽和飞羽的羽干为黑色。而到了春天，雄鸟的头、颈和胸部会换成有栗棕色横斑的春羽，而夏天雄鸟和雌鸟上半部分都为黑褐色羽毛，不过雄鸟下半部分为黑色，雌鸟为棕黄色。最后到了秋天，两者都会变为黄栗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柳雷鸟堪称鸟界中的变色龙。第五种变色动物，叶尾守宫。叶尾守宫是叶尾壁虎属的通称，该属下拥有13种壁虎，而且都属于伪装大师，不仅能改变颜色，还可以模仿树叶。其中最厉害的是角叶尾守宫，它不仅能模仿树叶，还可以变出多种颜色，可由本身的棕色或灰色变成黄色、绿色、橙色和粉色。据说它还可以变成透明色。不过找了很久却没发现这些图片和视频，也许只有研究过的生物学家才知道吧。
它呢主要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岛北部和中部的热带森林中，属于当地特有物种，也是该岛最独特的物种之一。在2008年，世界自然基金会还将其列入了10大最想要的物种名单。看来这小家伙不是一般的抢手，而且现在也只有几个动物园饲养过它们。第6种变色动物，乌贼。乌贼呢，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墨鱼，它不仅能喷墨逃之夭夭，可自行断肢和再生，还能发光与变色，具有完善的变色本领。不管在什么环境中啊，乌贼都可以轻松变色，这是因为它的皮肤里有着数百万个红、黄、蓝、黑等色素细胞，可以在1-2秒内做出反应，调整体内色素能的大小来改变自身的颜色，以便适应环境与逃避敌害。科学家还发现，乌贼不仅善于变色，而且善于用色彩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当它恐惧、激动和表示强烈的爱情时，就会呈现出一连串突变的灿烂体色，想迫不及待地穿上婚装，以便取得对方的欢心。因此啊，人们又称其为海洋中的变色龙。第7种变色动物，兰花螳螂。说到兰花螳螂，之前的视频也有介绍过。兰花螳螂呢，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长得像朵粉红淡雅的兰花，既充满美感又极具欺骗性。它们能够演化出类似花瓣的造型和颜色，然后在兰花丛中隐藏起来不被发现。每当传粉的小昆虫凑近兰花时啊，都会成为它的美食。另外，它们还会根据周围花色的深浅来调整自己的颜色，可以说这几乎已经达到了最完美的伪装境界。不过兰花螳螂十分少见，价格也十分昂贵，比如雌性兰花螳螂的售价都高达上百美元，而且还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毕竟人工饲养的并不多，加上我们这儿的花鸟市场好像也从来没见过，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见过呢？第8种变色动物，碧鱼。碧鱼就是我们经常在短视频里看到，像是在海底走路的鱼，它是安康目碧鱼科碧鱼属鱼类的通称，主要分布于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热带及亚热带海域。科学家一度认为世界上有超过100种不同的碧鱼，但是事实上能辨别出来的只有50种左右。具体的数字还不确定，因为它们有类似变色龙那样改变外观以适应周围环境的能力，所以很难进行分类。不过呢，它们变身速度比较慢，通常需要花上几个星期才能让自己融入周围的环境。碧鱼虽然看起来敦实壮硕，一副憨憨的样子，但它却十分擅长钓鱼，而不是捕鱼哦。比起到处追赶猎物，它们更喜欢躺在海底静静地等待猎物上门，将自己变成一块石头，伺机吞食附近的生物，既懒惰又聪明。第9种变色动物，比目鱼。说到比目鱼，大伙儿是不是感到很意外呢？比目鱼竟然也可以变色。其实啊，比目鱼和碧鱼差不多，都可以根据周围环境来改变自身颜色，只是啊，比目鱼比碧鱼要快很多。生物学家曾经试验发现，比目鱼的变色范围仅限于普通环境的颜色，对于黑色、白色、褐色、灰色和黄色等颜色，瞬息间即能完成变色，而对于蓝色、绿色和红色就有点困难，一般需要半个多钟才可以实现。至于比目鱼的眼睛为啥变成了这个模样，应该是后天自然选择的吧，因为刚孵化出的比目鱼和普通鱼类没什么两样，可是呢，到了20多天后，它们的眼睛就会向另一个眼睛靠近。这个长残的过程，不知道鱼生该怎么面对鱼生呢？第10种变色动物，拟态章鱼。最后啊，这个变色动物小伙伴们应该都见过很多次了吧？它可是自然界中顶级的伪装高手，变色模仿无所不能，速度之快无人可比，1秒即可改变外貌。海洋里的生物看到它都闻风丧胆，敬而远之，逃之夭夭。直到1998年，它才被人类首次发现。生物学家研究发现，其实它并不具备攻击能力。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海洋世界里，拟态章鱼为了保护自己，硬是进化出了变身的绝活，经常变成有毒的海洋生物来吓唬其他捕食者。所以许多生物一看到拟态章鱼就会躲得远远的。比如咱们现在看到这个颜色的拟态章鱼，它的原型是世界毒王排名第2的艾基特林海蛇。据说它还能变身为排名第3的蓝环章鱼和海中恶霸毒鱿鱼，基本上都是模仿一些有毒的狠角色，难怪其他生物见它就跑。
好啦，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不知道小伙伴们还知道哪些变色动物呢？欢迎评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